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下周访华，中俄外长将就双边关系及近期高层交往对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界注意到，中美即将展开高层战略对话，而近期美方拉帮结派对华施压，又对俄罗斯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遏制，逼得俄方紧急召回驻美大使，要重新评估两国关系。俄外长访华将讨论哪些话题？中俄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对于被美国搅动的动荡局面，中俄会如何应对？来看看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宣布，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3月22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被问及中方对拉夫罗夫此访有何期待时，赵立坚表示，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外长保持密切交往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应有之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为今年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基础。拉夫罗夫外长访华期间，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及近期高层交往对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此访将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良好势头，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外界注意到，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安克雷奇的同时，中方就宣布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访华的消息。直新闻周四发表评论指出，中俄外长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俄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重大利益，聚焦两国近期都重点关注的国际地区问题，也自然是应有之义。而交换意见后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相信中俄在经贸、外交、军事上都会有新举措。所有的对表所有的关心的国际问题，其实80%到90%都跟美国有关系其实还是要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呢，就是说这个在斗争中寻求这个合作通过合作呢，这个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就通过斗争这个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我们中俄双边的利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两会期间举行的外长记者会上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两国要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时代的要求。外界注意到，美国是目前让世界动荡不宁的重要因素，拜登上任之后不断对中国新疆、香港、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即便是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也没闲着，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美国对俄罗斯的强横态度也让俄罗斯忍无可忍。除了推出各种经济制裁措施，北约还在靠近俄罗斯边境频频军演。拜登甚至直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言不逊。这种情况下呢，中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双方统一关系统一协调，统一立场，形成这个统一的力量统一的应对。这样的话呢，对美国呢，就会形成一定的威慑。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忌惮他会忌惮不等于说将来不出拳了，但是他就会在出拳的时候，他会考虑好。2020年以来，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为进入动荡变革时期的世界树立了大国睦邻友好典范，注入了经济复苏动力，提供了战略稳定保障。在高层交往方面，普京总统是习近平主席交往最密切的大国元首之一，双方5次通话，共同出席上合组织金砖国家、APEC、G20 等多场重要多边视频峰会，就深化中俄战略协作、推进国际抗疫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议会合作委员会及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运转顺畅，两国防长、外长相继在俄会晤并出席多边会议。俄罗斯成为2020年中国高级别团组往返最多的国家。战略协作方面，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内发挥双引擎、双核心作用，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提出更多中俄倡议。对于中国来说美国这个对美关系很重要，但是对俄关系也非常重要。
我们还有对欧关系，还有第三世界关系。所以说，中国现在呢是形成一个全球的场。那么这个在全球的机制下呢，有个多边的关系，在权衡的，在这个协调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跟美国打交道啊，不包括经济啊，包括政治上啊，包括很多方面的合作和斗争啊，就有了从容的余地啊，有空间，也有底气。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跟美方谈出一些东西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中美2+2高层对话即将在阿拉斯加登场，但就在对话揭幕前几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自下周一起对华访问2天。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梅西。那么赵立坚今天在答问时呢，已经全面阐述了中方对这一次俄外长访问的具体的期待。赵立坚就说，王毅国委兼外长呢将会与俄罗斯外长会谈，双方将就中俄双边关系以及近期的高层交往对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此访呢将会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等等。我认为这其中有2个关键词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一，高层交往，注意发言人为他设定的前置语是近期。那么中俄外长就此来对表，这大概率意味着中俄高层交往将会在近期有实质性的进展。放到国际舞台来看，这也注定是焦点的大件事儿，强化全球高层外交由云端加速走回线下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其二就是战略协作，我认为这是中俄最高领导人频繁互动、高度互信、强力引领，两国对表常态化，实现高水平战略沟通的一个必然结果。我注意到，战略协作是中俄高层在评价双边关系最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月初在两会记者会上呢，回答俄罗斯记者的提问时王毅他就特别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多次通话，在主要大国中保持了高水平的战略沟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西方媒体已经在用所谓自制战略放大镜来审视中俄在各个领域的互动了。那么就在上周，中俄航天部门签署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备忘录。那么美国 CNBC 电视台呢就对此惊呼，俄方显然拒绝了美国太空总署2024年返月工程的参与邀请。俄美20多年太空合作正在画上句号。那么 CNBC 呢，他就判定俄罗斯与中国日渐牢固的战略纽带是西方对俄政策未达预期全面失败的又一证据。那么至于说到俄方对此次拉夫罗夫访华的期待呢，我认为恐怕就来得更为迫切。为什么您觉得俄方期待更迫切？外长访问对表的实际意涵，尤其呢要留意。那么王毅见拉夫罗夫时，刚刚结束在阿拉斯加的2+2会谈，而按照美国媒体的放风呢，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最快在拉夫罗夫下周访华期间，美国就将宣布对俄罗斯加码制裁。俄罗斯呢已经为此召回了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来商讨应对。而外交部女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呢就发表声明说，召回安东诺夫意在呢就俄美关系下一步何去何从，那么俄方如何来应对拜登政府来进行当面深入分析。而外交部呢将会就此举行跨部门的会商。那么理解俄罗斯方面期待的迫切性还可以联系美国总统本人的直接表态。那么就在昨天，拜登走进 ABC 电视台早晨时段的王牌栏目《早安美国》，他呢就点名炮轰普京，就所谓 killer 也就是杀手这一攻击性的标签强行贴给普京。无疑呢，这是俄美关系的又一个决定性时刻，也是最严峻的时刻。俄罗斯联邦会议副主席叫康斯坦丁·科萨奇约夫，他今天已经做出愤怒反应，要求拜登就此言论道歉，否则呢，俄方将会做出报复。相信杀手标签风波呢还会持续的升级。那么当此之际，战略沟通乃至战略协作对于俄罗斯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那么谈到中俄关系，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如此表态，他呢自信而且坚定。我相信，只要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紧密协作，世界和平稳定就会有坚实的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就能得到切实的维护。
可以预料到中俄外长在北京面对面，那么同样的主题将会再度畅想。那我们等着瞧好吧。